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胡歌《人间有味》接棒主角，成为下一部追着哭的爆款大剧。电视剧《人间有味》，胡歌走进万唐居之后，吃了他从没吃过的苦头，而他的上海口音被老北京后厨拒之门外。比起端着明星的架子，胡歌想要在案板前站稳脚跟。最先做的事情是学片烤鸭，只有这样他才不会露怯穿帮。现在不是他挑剧本的时候，而是剧本挑他，在便宜方后厨学片鸭子这门手艺，对胡歌来说特别要命。手起刀落，在胡歌看来已经没那么在乎了，片得准才是最要命的。倒是胡歌走运了，因为他碰上了有真本事的李阳，在他连刀都拿不对的时候，是李阳一句点破，于是两个不同行当的人成了师徒。明明何冰是剧组里土生土长的北京爷们，结果胡歌却是最死磕的、练得最狠的人。倒是刻在胡歌心里的是心虚，从他站在何冰、刘佩琦中间的局促就可以看出来。口音不对，底气不足，不敢放开手脚，底气在老戏骨面前永远都先矮了3分。而李沁的较劲方式过于生猛了，他认为死磕3个月绕口令后，现场那些北京群演就要被迫承认他的地道，包括那股泼辣劲。李沁是拼命的，他从小练昆曲，如果不逼自己一把，他早被贴上花瓶标签了。他只是活得太清醒了，这一点李沁并没有错，尤其是他懂得找人物根基，善于往回忆里挖。就在他演女经理盖章签字的时候，看到那份承包合同，就知道自己爸爸当年多不容易。所以李沁那锐利眼神根本不用应急。当听到锅铲掉的时候，胡歌顺势而为，连头都没低一下，接着演得入戏了。黄磊这段杂音也就原样剪进去了，这下给旁边的收音师看得愣住了，赶紧戴着耳机听油花炸响。此时恨不得自己也钻进灶台里，在他看来太真了。反正黄磊看来一点都不假，纯粹是凭借真煤火烧出来的强黑，真的一点都不假。只是比起精致，黄磊更想拍出那股烟火气。只可惜观众一提他就想起没炒熟的豆角，甚至还拿2.9分嘲笑他。刘佩琦心里一直死守着老规矩，这一点观众早就看出来了。葛青宁可让烤炉凉透，就是不让鸭子送上流水线，而且那是干了一辈子的手艺，跟那些标准化机器放一起，刘佩琦是痛心了。只可惜刘佩琦没想到自己守的这行这么不景气，在资本加盟冲过来之后，老味道竟然被兑了水，真是太揪心了。守不住位的葛青竟然看着万唐居换了门面，甚至连招牌都差点保不住。就算樊大成想要把分子料理藏着掖着，老汤不冒泡的事实只会越来越明显，根本藏不住。闭眼能骗108片的胡歌，虽然是个半路出家的上海人，当别人质疑他玩票的时候，胡歌都是拿手上的老茧回击，自己就像真厨子一样。倒是那些凑合的替身更加像门外汉一样，手艺没有那么扎实。所以在黄磊翻车这件事情上，观众虽然心疼演员，但也希望他这次能拍出个样来。毕竟剧里用的是真锅真灶，熬出来的油烟味做不了假。如果再拍烂了，黄磊会挨更多的骂。看着胡歌为了骗鸭子练到虎口裂开，观众才明白为什么他更加像老师傅，而那些连菜都不切的流量更加像笑话，纯粹就是被惯出来的臭毛病宠坏的。说到底，这一次黄磊要为自己的名声拼命，而胡歌也要为自己的转型交出答卷了。